这绝对是我见到过最豪华的地下庇护所。当徒步穿越的克鲁刚刚走进中伯利亚荒原深处，他知道现在绝对不能再继续向前，于是他拿出了铲子就开始向下挖。别看现在森林中很安静，但夜晚降临时，这地方可能随时都会窜出来野生物种。他必须要在天黑之前在这里打造出安全屋。虽然秋季未到，但中伯利亚森林已经开始降温，这个季节夜晚的温度就已经快接近冰点了。克鲁认为，在这种寒冷的条件下，建造隐藏在地下的庇护所会很安全。最重要的是，地下空间还会更冷。如果今天你所在的地区还能超过33度，那你就在评论区里吱一声，或者留下你所在地区的温度。我想看看这几天什么地方能这么热。当克鲁感觉下挖的空间够用时，他开始在土坡的另一侧挖出一个平面，这个位置一会儿有大用处。之后他来到了刚刚路过的地方，他记得这里有一个大铁桶。找到它之后，克鲁想利用这东西作为庇护所的入口。如果能成功，那这庇护所一定就是荒原中最安全的存在。回来之后，他把铁桶放在了斜坡处，他想用铁桶穿过斜坡，直接连通到庇护所，这样庇护所藏在里面就会更安全。做好入口的印记，他就开始用铲子按照印记的大小拓宽。虽然土坡距离庇护所厚度很大，但好在土壤较松，他只需将里面的树根清理，就能将铁桶放在入口处测试大小。这次的测量非常完美，铁桶被严丝合缝地塞进去之后，他也从铁桶入口爬进了庇护所。这个入口的大小刚刚可以满足克鲁的身体钻进去，而大一点的野生物种根本无法钻入洞口。之后，他开始在墙体上打造壁炉。如果想在中伯利亚的夜晚生存，他就必须要建造取暖设施。由于他的庇护所建造在地下，他必须要在土墙上挖出一个可以通风的烟道，而烟道的深度越深，排烟效果就会越好。烟道挖好之后，他利用原木制作出壁炉的框架。之后，他用黄土对其进行了加固，最后他再用黄土对烟道进行封闭，就能将壁炉完成。而为了让壁炉更加坚固，他在烟道的上半部分用原木进行了加固。一切就绪后，他从旁边找来了一棵枯萎的树根，然后将中间的部分挖空，这东西可以让烟筒完全隐藏起来。他将树根放在了出烟口，然后用黄土进行封闭。紧接着，他就回到了土坑内，开始测试烟道的排烟情况。凸出来的树根不仅将烟道完全隐藏，而且还让烟道更好地形成了烟筒效应，将大量的烟雾全部排出。天色已经开始慢慢的变黑了，克鲁的庇护所今天已经无法完成，他只能在这里先过夜。不过好在庇护所处于地下，外面的野生物种根本就无法发现他。由于没有屋顶，这一夜他睡得很不好，因为他总能半夜听到有一些细碎的脚步声在附近徘徊。再次睁开眼之后，天已经亮了，可能是由于火光的原因，这一夜没有任何人来打扰过他，但他也没怎么睡。今天他要趁着天亮将庇护所快速完成，然后躲在里面好好的睡一觉。他先把入口的铁桶漏风处进行了加固，他担心夜晚漏光会引来不速之客。之后他就开始制作屋顶，昨夜未眠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屋顶，少了一些安全感。他利用了一根较长的原木架在屋顶上当做主梁，再利用麻绳对两边进行加固。之后再利用提前准备好的木棍横向的铺在上面。所有的衔接处都用麻绳进行了加固。看天气，今夜很有可能会迎来雷阵雨。这种芦苇杆是空心的，把它放在屋顶上就能有效的防止雨水。克鲁抱来了大量的芦苇杆，然后就将它铺在了屋顶上。而接下来的操作才是最为关键的，他在芦苇杆上又铺上了一层黄土，两者混合在一起形成了剪力墙，让屋顶既坚固又不漏雨。
再回到庇护所，他已经感觉很疲惫了，可能是昨天没有休息好。他先对庇护所进行了清理，然后利用芦苇杆做了一个床垫铺在了上面。担心墙壁上会钻出虫子，也为了庇护所更加美观，他将床单贴在了小床旁。虽然很简陋，但在这百里无人的荒原中，这地方也算得上是荒野豪宅了。外面的天虽然还没有黑，但是克鲁感觉很疲惫，他现在就要准备晚餐，填饱肚子后就开始休息。他先将马铃薯削皮，他背包里有一半的空间都是这东西，因为马铃薯非常容易保存，而且富含大量的淀粉，可以让它有饱腹感。他将马铃薯切片之后就放进了油锅，趁着马铃薯加热的同时，他拿出了熏肉。这种肉保存起来也非常容易，将其切成小块之后和马铃薯放在一起翻炒。当熏肉的油脂被慢慢煎出，混合着马铃薯的鲜香味，让克鲁感觉更饿了。他在出锅前切了一些鲜红的辣椒，在这种寒冷的环境下，吃一些辣的东西可以让身体快速温暖。一口热乎的食物下肚之后，他感觉自己非常满足。烟熏肉紧实的口感配合着软糯的土豆，让克鲁感觉这一餐可能是他这几天吃过最美味的食物了。饭后，困意来袭，靠在他亲手搭建的小床上，感受着庇护所给他带来的温暖。刚躺下没一会儿，他就睡着了。